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结婚以后，我才知道，我的婆婆是个远近闻名的泼妇，我可太高兴了，因为我妈也曾泼霸一方。我要是没个对手，这一身的真传手艺可就要白瞎了。听说我和黑马结婚以后，同事们都露出了一种尬笑的神情。不会是那个工作了几年，跑去读了研究生回来，现在在市一中当老师的那个黑马吧？我点头称是，他这个姓，他这个名，估计全国也找不出来几个。我曾经还因为他这个名字取笑过他，只不过现在我笑不出来，因为大家的表情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忍不住问。没有，他能有什么问题？心直口快的刘姐说，有问题的是他妈。说了一句，就已经有同事阻止他。这些事当着小江说不合适。我叫江小鱼，刚刚通过公务员考试，到了这个单位。读研期间，我和黑马就领了结婚证。毕业后，他回老家这边工作，我也就考公跟着他过来了。至于我那婆婆，我也就刚到的时候匆匆的见了一面，没有太多的接触。同事的话已经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催促着刘姐快点说，你看人家正主都不在意呢。刘姐对了那人一句，开始给我普及我那婆婆的光辉事迹。这一说不要紧，一开始就是刘姐一个人说，后来大家一窝蜂的都加入了进来，再后来甚至其他办公室的人也过来凑热闹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我也算听了个明白。我那个婆婆是个厉害角色，说白了就是泼妇，极品泼妇，见谁打谁的那种。对婆婆闹小姑，左邻右舍，小商小贩，就没有她不下手的。因为实在是太厉害，导致她儿子，也就是我老公，一直也找不到对象。只要是介绍对象，一听是姓黑的，都要问一句，不会是马大婶家的那个黑马吧？得到肯定答复以后，那一定就是避之唯恐不及。你可饶了我吧，啥人家的闺女会嫁他们家呀？那还不得让那个马大婶生吞活剥了？我认真的听他们说着，手掌不知不觉地摩挲起来。大家以为我害怕了，说的正热闹的氛围突然一下子冷了起来。我诧异，继续呀？怎么不说了？你不害怕？刘姐疑惑地问我。我这叫知己知彼，总要先有点心理准备吧。听说我这么说，大家便也没了顾虑。我越听越兴奋，这简直就是棋逢对手啊！我也活了快30年，除了我妈，我还没见过这么能撒泼、这么能耍赖的人呢。这么难得的人，我可一定要见识一番，否则怎么对得起我自小熏陶得到的真传？在周末到来之前，黑马就提前给我打好了预防针。我妈那个人可能有点难缠，到时候她如果有什么过分的，你就往我身上推，不管是啥，你不要受委屈。那如果我忍不住和他吵起来呢？黑马有点难以置信，毕竟以前我在他面前都是一副知性女子的形象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和他吵为好，不是我护着我妈，是我怕你吵不过他，有你这句话就成。到了周末，我刚和黑马踏进了他们小区，一路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目光朝我射过来，有探究的，有疑惑的，还有愤恨的，但更多的是惋惜的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，更有那心直口快的大妈当着黑马的面摇头叹气，多好的姑娘啊，落到这样的人家，真是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还有那调皮的半大小子对着我喊，你可快跑吧，小心那老巫婆吃了你。黑马紧闭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你不生气？他咬了咬牙，生气也没办法。我妈确实很多事都做得不对，虽然她的本性并不坏。说完，她又急急忙忙地补充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，我保证。到了黑马的家，
那是一套挺大的房子。黑马的奶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因为知道我要来，黑马的小姑也都过来凑热闹。还好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，接礼物的时候，大家都客客气气的道谢，只有我婆婆面色不愉，买这么多东西要花多少钱啊？以后你们过日子，钱还是要省着一些。说实话，买这些东西确实花了我不少钱，所以这话实际上是有点说到我心坎里的。但是还没等我说话，黑马的奶奶就抢在了我前面。孩子给你买东西，你高高兴兴地收着就行了，就算不合你心意，那也是孩子的一片孝心。你在这里阴阳怪气，给谁看？小姑也跟着附和，就是人家小江有工作能挣钱，想怎么花也不该你这个婆婆插手。我婆婆倏的一下站起来，叉着腰就开队。我让她省钱有错吗？你们一老一小有这精气神儿挑拨离间，不如快点儿给新媳妇预备红包去。说着，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鼓囊囊的大红包，拍在我手里，拿着。说完，她就气势汹汹地盯着奶奶和小姑。我被这架势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只好求助似的看着黑马。她冲我微微点头，示意我可以收下。我朝婆婆道了谢，大方地收起来。奶奶和小姑被盯得不自在，也都拿出了红包，甭想看我们笑话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。我捏了捏那红包的厚度，心里已经有了底。随后，婆婆去厨房做饭，我和大家一起在客厅看电视。奶奶看着我，悄悄地挪了过来，神秘兮兮地和我说话，即使我俩中间还隔着一个黑马。你婆婆那个人小心眼，刚才给你红包，你怎么还真就收了？她现在肯定已经生你的气了，你快去帮她做饭，争取表现好一点儿，要不然将来有你的苦头吃。本来关于做不做饭、洗不洗碗的这个问题，我是纠结了很久的。我妈告诉我，在婆家要勤快，能做的要抢着做，这样才会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可是我在网上看到大家的态度都是，第一次登门不能太积极，否则容易被人拿捏。正在我犹豫的时候，黑马缓缓地将伏在他腿上的奶奶推开，转头冲着他小姑说：“小鱼不会做饭，小姑去帮我妈吧。你小姑来了就是客，哪能让她做饭？还是我去吧。”80多岁的奶奶一听要让自己心尖上的老闺女做饭，挣扎着要站起来。我一看这也不行啊，再这么下去就要打起来了，还是我去吧。即使不愿意，我也就这么进了厨房。进了厨房，也就进了战场。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如果让我做饭，我就一定会不小心的摔几个盘子，碎几个碗。炒菜也是火大了糊锅，火小了加生，再加上一点点不要钱的调料，我就不信他们能笑纳我这一顿杰作。反正我做了，做不好那也不能怪我。见我进去，婆婆只看我一眼，就直接把脸拉得老长。你进来干什么？出去！她口气不愉，以为这样的气势就能吓到我了，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。这点场面对于我来说真是不够看。我也不客气，直接一针见血，我不来，奶奶就要来了。我看她老人家呀，可不好惹，就刚才那架势，傻子都能看出来他们婆媳两个矛盾不小。中间再加上一个挑事儿的小姑子和一个闷嘴葫芦一样的老爷子，想必我婆婆这日子也不好过。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我几乎已经可以想象我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日子。可是思来想去，我怎么越想越兴奋呢？这可不好，得收着点儿。婆婆不说话了，重重地把茄子往水盆里一摔，溅得水花满地。客厅里立刻传来了奶奶的喊声：“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做个饭要拆家吗？”婆婆也不受着，立刻就回嘴：“
不做饭就别避避，等着吃的还这么多事儿，火不烧到我身上，我是不管的。他们两个爱怎么掐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我看热闹就好。正好手边有一把还没择的豆角，我准备一边择豆角一边看戏。婆婆看见了，冲过来一把夺去：“让你干了吗？长辈不发话，你就自己做主。你家里怎么教育你的？就在那儿坐着，啥都不用你干。”我本来已经冲到嘴边的话，被她硬生生地堵了回去。都说了，啥都不用我干了。这时候我和她较真，是不是有点儿给自己挖坑的感觉？于是我非常乖巧地闭了嘴，维持住了我一贯的淑女形象。在她做饭的2个小时里，奶奶拄着拐杖过来溜达了5次，不是看见我玩手机，就是坐在那里发呆，看着忙前忙后的婆婆。她用拐杖指着骂：“活该你受累的命，有福你都不会享。”我试图和婆婆说话，她也没好气地搭理我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吃饭，一大家子坐在桌边等着，我要帮着端菜。婆婆爆炸似的嗓音喊过来：“黑马！”一边说着：“干啥呢？端菜都不知道，就会吃吗？长那么个大个子有啥用？”一边又将我扒拉到一旁：“这用不着你，等着吃去吧。”菜一上桌，我就发现了问题。奶奶面前的菜和我们的不一样，虽然是同样的食材，但是她的明显的比我们的要软烂许多。可是她嘴里吃着，还不忘挑刺儿，什么这个咸了，那个淡了，西红柿的皮没去干净，豆角的馅没扒利索。婆婆也一点不儿客气，一句话直接扔过去：“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”小姑看不过要说话，被婆婆一记眼刀吓退：“你信不信我把你轰出去？”这话一出，小姑立马蔫了，连奶奶也只动了动嘴唇，最终也没说什么。我这么一琢磨，这是有利在先啊，我这个婆婆果然厉害，有意思。吃完饭，黑马在婆婆的示意下去洗碗，这下可不得了了，奶奶和小姑都不干了，哪有让大男人做家务的道理？我微勾着嘴角看着黑马。毕业以前，我们租房的时候，他可是洗衣做饭，各种家务都手到擒来。他叮叮当当地收拾着碗筷，我假意上前伸手：“我来洗吧。”其实我心里想的是，如果真敢让我洗，那我就真敢摔，谁怕谁呀？这年头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结果事实证明，完全就是我想多了。我的手还没伸到黑马那边，就已经被我婆婆拦下了。谁的儿子谁管？我让我儿子干什么，你管不着。婆婆的枪口自始至终对准的都是奶奶，这让奶奶有点接受不了了。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气得胸口上下起伏。你都已经有儿媳妇了，还总跟我对着干做什么？我有儿媳妇了怎么了？我有儿媳妇就一定要像你一样，把自己在婆婆那里受的气统统地撒在儿媳妇身上吗？我可没有你那么下三滥。啪！厨房里摔了一只碗，黑马满手泡沫，2只手尴尬的不知道往哪里放，手滑了。你们继续。婆婆瞪了她一眼，继续说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今天我如果让小鱼干活，那用不了明天，全小区都知道我使唤新媳妇。就你那点小把戏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别白费劲了，没用。”事后我问黑马，为什么他妈妈和奶奶吵架的时候他不拦着？他说拦也没用，多少年吵习惯了，不搭理他们，他们一会儿就会好。如果他或者他爸插手，那挨骂的就只会是他们爷俩。我不理解，所以你们2个就一直当哑巴。黑马点头，似乎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那如果我和你妈或者你奶奶发生矛盾呢？那我肯定向着你呀。可是打脸来得太快，让人猝不及防。只不过和我发生矛盾的并不是我设想中的那2个人，而正是黑马本人。
因为我们的婚房还在装修，再加上我们并不富裕的钱包，为了省房租，我们只能暂时先和黑马的父母住在一起。一回到家，我就发现黑马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就好像变成了残废。他不再会自己洗衣服，不会做家务，更不要说下厨做饭烧菜，甚至每天要穿的衣服都要我提前给他搭配好。终于，我忍不住了，和他吵了起来。他不是个固执己见的人，所以听了我的苦水，他也感觉到了不对劲。为什么我一回到家里就忘记了咱们本来生活的样子，就好像我就应该被人照顾一样？我纠正他：“你那不是被人照顾，是被人伺候，有什么区别吗？”区别大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情。照顾是你不会做的事，我来帮你做；伺候是你本来就可以自己做的事，却非要别人替你做。黑马沉默了，他可能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只是沉默也不过一刻。我就发现黑马奶奶不知道啥时候站在了门口，正目光凌厉地看着我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伺候男人本来就是女人的本分。她开口冷得像冰：“既然到了我们黑家，就要守我们黑家的规矩。”我问她啥规矩，她拿着拐棍，就像当初指着我婆婆那样指着我：“你妈没教过你吗？女人就要相夫教子，照顾好家里才是头等大事。虽然说你有工作，但你也得明白，你先是黑家的媳妇，后才是你自己。连个男人你都伺候不好，你还能干个啥？”说着话的时候，黑马就默默地在我身后玩手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无动于衷，不说话是吧？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我笑着扶老太太到客厅里坐下，他还不忘趾高气扬地说教：“这才对，当媳妇的就该有个媳妇的样子。”我笑着称是。等他坐好了，坐稳了，确定不会再下来的时候，我开始输出了：“你说的没错，我可能真就是什么都干不好，但是也比你连人话都不会说强。我江小鱼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我爸妈的女儿，是我老公的妻子，是我孩子的母亲。但是没有一条可以证明我和黑马结婚以后就变成了他的保姆。也许你以前就是这么要求我婆婆，那我管不着。但是你现在这么要求我，对不起，我不吃你那套。本来以为婆家第一仗毫无疑问是和婆婆打，可没想到却是和婆婆的婆婆。这下我可是捅了马蜂窝。本来一天一天也不说话的黑马他爸第一个站出来不干了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和长辈说话呢？”黑马也不玩手机了，巴巴地跑过来指责我：“你怎么好的不学净学坏的？你这一套一套的，跟谁学的？”我一声冷笑：“我跟谁学的？跟我妈学的。”话音刚落，我那正忙活着的婆婆也放下手里的活计跑了过来：“没错，闺女，就是跟妈学的。吵架这块妈有经验。”我想了想，这里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误会，不过这不重要，因为我婆婆已经接过了我的接力棒，开始了对那爷俩的轰炸。平时我和老太太打得鸡飞狗跳，怎么不见你们两个说话呢？怎么人家小鱼刚说几句，你们就跑过来多嘴了？嫌你们长嘴了呀？那该说的时候咋不说呢？说着，他又指着黑马爸爸：“我刚嫁到你们家的时候，你妈就用这一套说我，现在又拿这一套说小鱼。你们一家人的心就和你们的姓一样，都是黑的。”中途老太太插了一句：“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谁家的婆婆不威风，谁家的媳妇不受气。”我婆婆瞥了她一眼，语气轻蔑：“你知道为什么人类在进步吗？就是因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再听老顽固的话，你自己被欺负了半辈子，心里不平衡，就来欺负我。现在又看着小鱼不顺眼，又要用你那老一套要求他。我被你欺负了那么多年，才明白自己不应该逆来顺受。
现在小鱼当了我的儿媳妇，那我就要让她一开始就知道，这些封建糟粕就应该趁早踩碎了扔马桶里冲掉，省得让她祸害人间。这下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马大婶也并不一开始就是泼妇，只不过被生活折磨的不得不泼罢了。黑马父子都不说话了，老太太因为稳稳当当地坐在沙发上，除了气得有点气息不稳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碍。我悄悄地问婆婆，不会气出什么毛病来吧？她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告诉我，不会，天天这样吵，她练出来了。经此一事，我和婆婆的关系突飞猛进。黑马带毕业班，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，天天的也不见个人。倒是我和婆婆接触的时间比和她接触的还多。我和婆婆一起上街，我发现她这个人对金钱有着不一般的执着。只要是上街买菜，她必带上一瓶矿泉水，挑好了菜，称之前一定要先用矿泉水试一下人家的称准不准。这要是准的还好，如果真让他发现了谁家的称不准，那这家商贩可就要倒霉了。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，满菜场的人一看到马大婶到场就开始紧张，倒也不一定是称有问题，还有可能是怕我婆婆砍价。和她出去的次数多了，我发现她这个人实在是太能砍价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不要脸的意思。30块钱1斤的排骨，他给人出28； 51斤的虾，他给人出45。就连买蔬菜都要顺人家2根香菜1颗大葱，不同意那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那里和人唠。据说最长的一次，他和卖货的整整的耗了2个小时，如果不是快要赶不上做晚饭，他还没打算完。自那以后，商贩们都学乖了，反正他一个人也买不了多少，少挣一点儿就少挣一点儿吧，总比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别的买卖强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说习惯了，也当个发泄。当初他年轻的时候，老太太对他的要求可以说是苛刻至极，每天多少的菜钱都有数，1分钱也不多给。要买什么菜，买多少，也都必须照做。如果有哪里做的让人不满意了，搞不好还要被黑马爸爸拳脚相加。这就导致他每次买菜都必须精打细算。后来发现精打细算也不管用的时候，他学会了和人砍价。结果意外地发现，和人砍价拌嘴的这个过程，居然让他特别减压。和别人斗完嘴以后，整个人都显得特别轻松。慢慢的，他就把这当成了一种发泄。我问他，既然都已经过得这么辛苦了，为什么不离婚？他告诉我，过去那时候哪有什么离婚的，尤其是乡下，离婚是会被人看不起的。他不知道，所以压根儿也没动过离婚的念头。后来搬到了城里，才知道原来城里的婆婆不都和她的婆婆一样，她才开始有了反抗的意识。直到那一次，她又一次被男人打，火气上来，直接抄起一把菜刀，追了男人3条街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，菜刀一扔，擦着男人大腿过去，把裤子削了一个大口子。我那时候就想宰了他，大不了我给他赔命。可是自那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敢和我动手了。我和他妈吵架，他屁都不放一个。当晚我决定请婆婆吃饭，她有些犹豫，家里还有2人等着吃饭呢。我嗤笑一声，他们没手没脚吗？你不做饭，他们还要饿死不成？她笑了，眼里带着兴奋的光。我人缘不好，平常连个一块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言下之意就是他并不是不想出去放松一下，而是一个人去了也没意思。以后我陪你。吃完饭，我又带他去买了几件衣服。他身上的衣服一看就是几年前的老样子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8点多，老太太母子俩就坐在客厅等我们。我们前脚刚进门，
她后脚就机关枪一样的开始向我们扫射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几点了？你看看表，快9点了。你不知道家里还有2个人张着嘴等着吃饭呢，你就不能按时按点的回来，把饭做好了摆在桌子上？我们都要饿死了，你总是嫌我挑你毛病。你要是都做好了，我不就不挑你毛病了吗？还有小江，他突然把话头指向了我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也一点不懂事，一天到晚总往外跑什么？你男人不在家，你就不能好好的在家里待着，跑外面去演什么？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，娶了你们2个这样的玩意儿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婆婆已经气得双手微微发抖，我轻轻地按住她，示意她没事。等老太太说完，我已经换好了鞋，挂好了大衣。你说完了吗？我平静的语气与她气急败坏的架势截然相反，这样巨大的反差倒是让气氛一下子冷静下来。你要是说完了，就换我来说。首先，你们吃不吃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嘴长在你们自己身上，那饭是要放在嘴里吃的，难不成我吃了饭，你就不饿了？老太太张嘴要反驳，可我比她还快。别说让我妈回来做饭的话，你不会做饭呢？那在我妈嫁过来之前，你都吃什么呀？喝西北风还是吃屎啊？还有我是和黑马结婚，我出去吃饭逛街，连黑马都没说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前半辈子是吃你一口饭，还是喝你一口水了？你家是住海边吗？管得怎么这么宽呢？你能不能少说几句？真是开了眼了。我那个一向不插言的老公公说话了，你怎么说也是小辈，长辈训话你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。别学你妈，变成个泼妇，这话可不得了，直接激怒了我婆婆。可能是觉得在我这个儿媳妇面前面子有点挂不住，她又直接进了厨房，抓了一个擀面杖出来，冲着她老头就要打。我赶紧拦下，示意他先不要动。我笑了笑，保持住了礼貌。爸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我们都是女人，你让我们忍，你知不知道，忍一时卵巢囊肿，退一步乳腺增生啊。所以呀，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，该发泄就是要发泄出来的。你看呐，你是个男人，你没有卵巢，你的乳腺呢，应该也没发达到可以增生那份儿上，所以这种事儿啊，你就忍一忍。你说的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所以待会儿我妈拿大擀面杖削你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忍住。男子汉嘛，要说话算话。我说完了，示意我婆婆可以上了，谁知道她却愣在那儿，拿着擀面杖的手软软的垂在一边。老太太气得够呛，哆嗦着嘴唇翻来覆去的就是一句：真没有家教，我要让黑马和你离婚。我管他呢，还真以为我从小是吓大的，他让离婚就离婚啊，真当自己是慈禧太后了。再说了，如果黑马真因为这点事儿就和我离婚，那我真谢谢他。晚上我去厨房喝水的时候，婆婆轻手轻脚的也出来了。小鱼，明天请个假，陪我去一趟医院吧。我疑惑，你怎么了？谁没事儿也不会想去医院玩玩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想去做个检查，这里长了个疙瘩。她摸着自己腋下，平日里泼辣惯了的人，竟然也表现出了羞赧的一面。从她的手放上去的一刻，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子。乳腺，好，我马上和领导请假。我的假倒是请得挺顺利，但是我们去医院的过程却一点儿都不顺利，因为黑马的爸爸不给钱。现在去一趟医院要多少钱啊？屁大点儿的毛病挺一挺就过去了，还真当自己多金贵呢。因为这个，免不了又是一场嘴仗。最后眼看着我提前挂好的号要到时间了，我拉着婆婆就走，不跟他们废话了。
看病要紧。到这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婆婆在这个家里一点经济地位都没有，不只是以前，即使到了现在，花多少钱，花在哪里了，也都要一笔一笔的记清楚。就连我登门时给我的那个红包，那也是和黑马爸爸结结实实的打了一架才要来的。可气黑马那个当儿子的，居然都没有一点思想觉悟，都这样了，也不帮着他妈一点儿。想起来我就生气，索性直接打电话把黑马骂了一顿。他还有点莫名其妙，哼，活该。婆婆紧张的要命，坐立不安的问我：“你说的那个忍一时什么囊肿增生的，是真的吗？”看得出来，她这个病困扰她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如果不是做昨天无意间说出来那句话，她还下不了决心去看。其实也不一定是下不了决心，而是她没钱。我只好安慰她，也不一定的，先不要担心，看看医生怎么说。其实我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同样紧张的揪在一起，腋下疙瘩，让我不得不往一种可怕的病上联想。当初我大姨妈去世的样子，我还历历在目，烂了那么大一个窟窿，血水混着脓往下流。我不敢再想了，可止不住的心里对婆婆怜惜。她并不是传说中那么可恶的泼妇，她不过就是一个被欺压到不得不发泄的苦命女人而已。即使她已经苦成了这个样子，她还是在我到来的时候，尽力的把她能给的都给我。她就是那种经历了风雨，所以要给我撑起一把伞的人。看着她因为紧张害怕而不自觉地绞在一起的手，我也伸手轻轻地附了上去。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我陪着你。她落在我手上的视线渐渐地抬起，一双因为岁月冲刷而失去光泽的眸子里，竟然染上了氤氲水汽。好在结果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坏，只不过是一个良性肿瘤。即使这样，医生也建议手术切除。黑马知道后，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医生告诉她，婆婆长期处在郁闷压抑的环境下，心情的不愉快很有可能是导致肿瘤的直接原因。她沉默良久，这2年都不再抽烟的她，一根接一根的抽，抽掉了一整包。我知道她心里的某种认知正在崩塌。婆婆说不做手术，要回家，因为做手术要花钱。黑马爸爸和奶奶在知道这件事后，反应出奇的一致。良性的嘛，以后注意观察就行了。医院让做手术，那就是为了挣钱。黑马终于怒了，爆发了。这是说的什么狗屁话？他不管你，我管。事实就是在婆婆住院做手术的那段时间里，不要说她婆婆了，就是和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那个男人，连过来看她一眼都没有。疫情严重，我们就不过去了，这是他们的原话。我和黑马轮流的在医院里照顾她，但是因为黑马带着毕业班，而我工作比较清闲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在顶着。婆婆一改往日里锱铢必较的性格，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我怕她心里想不开，便招法的逗她开心。可是我和她并不太熟啊，满打满算认识也没有多久，所以总归有些尴尬。快出院的时候，她把我和黑马叫在一起，表情非常严肃。如果我和你爸离婚了，我能不能先去你们那里住一段时间？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简直要欢呼起来。早该离了，忍了这么多年，白白的折腾自己。可是这话不能由我说呀，他儿子在这儿呢。我以为黑马还会像以前一样，在中间和稀泥，甚至我已经做好了他要是不支持离婚，我就和他大干一架的准备。但是离吧，我支持，没有其他多余的话。黑马简单明了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我也赶紧跟上，我们那里你想怎么住就怎么住，以后开开心心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婆婆紧紧地闭了闭眼，在睁眼时便满是决绝，与过去的决绝。
可是离婚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，公公不同意，老太太更是骂得厉害，什么养汉的老婆、偷人撩汉之类的话都出来了。我和婆婆也没惯着，各路本事都一块使出来，骂得他们母子一点还嘴的余地都没有。黑马更是直接收拾了我们的东西就走，好在我们的房子也装修完了，稍微的收拾一下就能住。自此，婆婆正式的离开了那个欺压了她半生的家，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发现婆婆的情绪好了许多，但是整个人还是非常拘谨。我知道她考虑的是钱，我都快60了，名声又那么差，哪有招工的会要我呀？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为啥这边的人都知道你不好相处呢？就算你以前总和人闹别扭，那也不至于传得满城都知道啊。前几年有人拍了视频传到网上去了，我也没成想会弄这么厉害，差点害得黑马找不到对象。拍视频传到网上，我好像发现了生财之道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婆婆，她还有点不相信。结果我们只试了一次，婆婆自带流量，当天视频就爆了。同城的玩某音、某手的，见过马大婶的多了，这回正主亲自出来，还是和儿媳妇一起教大伙儿怎么对人。如果这都不火，那什么能火？很快的各种留言都出来了，马大婶这是要开班收徒啊，要把你的独门绝技发扬光大。还真有人敢嫁给他儿子啊，看这姑娘挺精神的，怎么脑子不大好使？快点多发一点，我等着学呢。每次和人吵架都发挥不好，爆了一个就有第二个，很快的广告就开始找上我们。当我们第一笔提现的时候，婆婆哭了，因为绑定的是她的银行卡，所以那些钱真真正正的冠上了马寻芳的大名，挣钱了，也没有烦心事了。婆婆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不发火了，不吵架了，连平时看到她就像看到瘟神一样的小商小贩，也都能看到她的乐呵模样了。大家都很诧异，这个马大婶是中彩票了，还是撞邪了？其实都不是，是视频发的多了，婆婆火了。那些视频开始被一些老家的人看到，有一些实情也逐渐地呈现在大众面前。其实我们拍视频的素材，很多都源自婆婆年轻的时候，她的婆婆对她的刁难，所以被人看到以后，难免的会在平台上把实情说出来。这样的话出现的多了，大家心里的天平自然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倾斜。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，婆婆突然的变化，网上抨击她的声音渐渐地少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理解，是安慰，是祝福。那种承受了多年的委屈，突然有人理解的感觉一下子喷涌而出。结果就是婆婆录了一段道歉视频，她对着镜头平静地讲述了她半生的故事，似乎说的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身上的事。故事讲完了，她又认认真真地给大家道歉，给每一个承受过她情绪垃圾的人道歉，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过她的老公和婆婆一个字。婆婆和我们搬出来住有几个月了，公公都没有过问过一声。听说不是她不想接婆婆回去，而是老太太不让，她就憋着那一口气，想让婆婆熬不住自己回去，再心甘情愿地伺候他们俩，当他们的老妈子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婆婆非但没有她设想中的落魄，也没有和我这个儿媳妇打到不可开交，反而在网络上成了红人，每天或多或少的都有收入进账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才知道慌了，可是早已经晚了。婆婆说，如果我刚搬出来的时候，她就来接我，我还有可能和她回去，毕竟那时候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。可是现在，我太知道我想要什么了，还想让我回去给他们当牛做马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。
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自从婆婆火了以后，就有那么一帮黑粉到处给婆婆泼脏水。有黑粉，自然就有红粉。在大家的自发努力下，居然发现婆婆的黑粉头子竟然就是黑马的小姑。而且当初让婆婆背上泼妇骂名的那几个视频，也都是她发的。她和谁是一伙的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可笑她还在网络上蹦跶，到处造谣婆婆如何如何。可惜以前的婆婆确实泼辣的过分了，让人抓住很多把柄。可是现在她说的那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，就是诽谤。我和婆婆一合计，决定先不管她，想要使其灭亡，必先让其膨胀。眼见着婆婆越来越红，粉丝越来越多，杀红了眼的小姑后来竟然不管不顾地带上了马大婶的 tag。毫无疑问，这使她的点击量、浏览量和转发量纷纷暴增。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刻，时候到了，自然就要收网了。然后小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、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，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，会构成诽谤罪。黑马小姑的所作所为已经足够定罪量刑。老太太知道以后，也顾不上她腿脚不好，年纪老迈，在她儿子的搀扶下，2个人跑到我家里兴师问罪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婆婆撤诉。撤诉可以，痛痛快快的离婚，财产均分，这是婆婆给出的条件，简单明了。老太太气得脸色发白，举着拐杖就要打。我伸手一把抓住，不想让你闺女坐牢就老实点儿，你那套老古板现在不好使了。这次婆婆也没生气，说话也轻声细语的，没有了丝毫往日的泼辣。听说你那宝贝外孙子想考公务员是吧？那如果他有个犯了罪的妈，你说他还能不能考呢？你说你那宝贝闺女要是知道你们为了钱不救她，她将来会不会怪你呢？这话虽轻飘飘的，却像当头一棒，打得老太太差点站不住。我赶紧把拐杖给她稳稳当当的放在地上，可不能让她讹上我。她这样的人，保不齐就做得出来。回去好好的想想吧。我给你家当牛做马那么多年了，这点条件你们不亏。果然还是亲妈疼闺女。老太太母子回去没多久，就同意离婚了，财产均分。可是那套大房子也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婆婆明确表示不要房子，只要钱。老太太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，也凑不够那房子市价的一半，想让小姑家里出一点儿。可是人家说那是你儿子的家务事儿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没办法，法院可不等着他们就只好卖房子。好不容易钱到手了，离婚证到手了，婆婆撤诉了，黑马的爸爸和奶奶没有了房子，只好用手里仅有的钱买了一间小房子住着，又小又破。小姑呢，没了身上的案子，也不再假装她的柔弱，直接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她老娘的身上。要不是当初你让我泼她的脏水，我也不至于惹官司。说到底都是你的错，幸亏你还有点良心。如果万一耽误了我儿子的前途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即使这样，小姑对她也再没有了以前的亲近，没有了儿媳妇的伺候，也没了亲闺女探望。老太太的晚年生活过得那叫一个惨。儿子什么都不会干，被人伺候习惯了的大爷范儿。老太太又心疼儿子，又有一种女人就是要伺候男人的老思想。没办法，只能她亲自动手。可怜她80多岁了，还要每天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给自己的儿子洗衣做饭。她想让儿子再找一个老伴儿，其实就是想给他们2个再找一个免费的保姆、老妈子。可是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那点事儿，谁会愿意掺和这趟浑水？这下可好，
老太太自己做天做地了半辈子，到头来做得自己儿子妻离子散，做得自己晚景凄凉。婆婆真就拿着分到的钱，自己出去买了一套房子，从我们那里搬了出去。只是偶尔我们两个还会在一起拍视频。有一天我刚架好了机位，她就气冲冲地进来，进门就冲我喊：“你今天是不是去商场了？有俩闲钱你就糟，我看看你是不是去买那个镯子了。”我有点懵：“没有啊，我没去呀，没去，我不信，有人都看到了。不行，你把手伸出来让我看看。”纵然我和他相处得不错，甚至可以说相处愉快，但是这时候我也有点生气了。我说我没去就是没去，我这录着像呢。可他还是不依不饶，径直上来抓我的胳膊。你让我看看能死啊？有俩骚钱你就烧包。我挣扎，可是力气竟然没有他大。我是真的生气了，索性让他看，大不了我直接把这段视频发出去，让广大网友评评理。就算不发，我也得拿着这视频去找黑马好好的告一状。谁知道我这脑子还没转完，就感觉手腕上一凉，一个沉甸甸、金灿灿的大金镯子已经挂到了我的手上。我吃惊地看着婆婆，她反倒笑了：“早就看你喜欢，去看过好几次了吧？今天妈给你买了，不光有镯子，还有耳环、项链、戒指、手链，妈都给你买齐了。”她打开手里的小包，一个一个的往外掏，这得多贵呀！我的嘴角已经有点下不来了。她有自己的思想，不听我的话。婆婆一边往我身上戴各种金器，一边念叨：“我今年60，就当我再活20年吧。这20年自在快乐的日子都是你帮我争取来的。”说着，她拿出手机，开始按计算器。这点东西花了5万块钱，平摊到20年，那一年就是2500，一天就是不到7块钱，不到7块钱就可以买我一天的开心。你说贵吗？贵吗？确实，好像不贵。哎，不对，她的快乐难道都要归功于我吗？好像也不应该。哎，说到底，还是我婆婆这人不错。其实我也不错，大家都不错，这日子才能过得不错。对呀，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？一定就是这样。你们说对吗？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洗完澡，我刚打开手机刷视频，就看见官方给我推荐的一个人，还挺眼熟。他叫王思文，好像是我们小区的一个网红，还挺有名气。他手里的照片更眼熟，是我老公露了大半张脸的照片。他在视频里侃侃而谈：“这就是我那个霸总邻居，今天我不小心摔倒了，他赶紧把我扶起来了，还说你怎么像个小朋友一样，走路可要小心点。”天哪，姐妹们，霸总邻居的这句情话一定要学起来呀，太甜了。评论里不少他的粉丝直呼磕了磕了。听完这些话，我心头冒火，没好气地把手机砸在刚洗完澡出来的沈怀身上。沈怀，你给我解释。沈怀一脸莫名其妙，但还是过来抱住我，才看了看手机。看完视频，他肉眼可见的慌乱，盯着我解释：“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就是路过他旁边，谁知道他一个平地摔，直接摔在我身上了。”他说着还一脸委屈。我挑眉：“那你怎么连小朋友都叫上了？”沈怀更冤枉了。我那是说他那么大人了，怎么都不会走路，说摔就摔，差点把我给你买的小蛋糕摔坏了。噗！我实在没忍住笑出声来。沈怀见状也笑了，黏黏糊糊地抱住我，拿着我的手机就编辑了一条私信给那个网红，要求他删除那条视频。过了半晌，他才回复：“要不我们加个微信详谈吧。”沈怀直接把监控视频甩过去：“你要是不删除，我只能把这条视频放上去，跟你的粉丝们亲自解释了。
监控把声音也录上了。看过视频的人都能看出沈怀的不耐烦。王思文沉默了半天，才默默把视频删了。我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，没想到转天晚上，我们家的门铃被按响了。王思文端着一个小蛋糕，穿着一件单薄的小吊带站在门外，看见我，他笑了：“周姐，沈总在家吗？我有事找他。”我打量他一番，有事跟我说也一样。他频频向后看，看见沈怀的影子后，他推开我就进去了。沈总，这个是我亲手做的甜品，我是来赔礼道歉的。他说着，手还不忘摸上沈怀的胳膊。沈怀皱眉，毫不客气地把他扯到门外。王小姐，大半夜闯进我家，你也太没素质了，你吓到我老婆了。沈总，我还没有经纪公司，我是来找你签约的。我说这位王小姐怎么突然上门来了？感情是不知道在哪知道了沈怀是沈氏集团的总裁呀。王小姐有所不知，公司的事一向是我老婆管，她说了算。说完，王思文把目光投向了我，我白眼一翻，我不通过，王小姐不符合我们的标准。说完我就把门甩上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过了几天我就在公司里看见了王思文。他入职的第一天就带了好些小礼物给大家分发，大家都说他不是通过正规面试进来，而是空降的。大家偷偷试探他是不是跟沈总有关系的时候，他不仅没否认，还笑眯眯地应下了。他身边围着一圈人拍他的马屁，俨然一副老板娘的姿态。看见我来，他把小礼物塞进我手里，笑道：“周姐，你不让我进来，我也能进来，惹到我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你最好以后夹着尾巴做人。”他跳梁小丑一般的挑衅我倒是没放在心上，我只是好奇他究竟是怎么进的公司。我自然是相信沈怀，只是难保我们这公司的别人不会出点小心思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沈怀就把我打电话叫去办公室了。沈怀和我的关系并没有在公司公布，我拼死爬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不想被别人说是靠着沈怀才上位的。没想到这倒是方便了王思文在公司立人设。沈怀脸色铁青：“老婆，那个王思文是刘慧安排进来的，委屈你了。我马上就想办法把他弄走。”刘慧是沈怀的继母，表面上对沈怀照顾有加，是圈里人人称颂的好母亲，实则在背地里处处苛待沈怀。堂堂沈氏集团的独生子，未成年时竟然连口饭都吃不饱。因着这些，我对刘慧自然不满。结婚几年，我和沈怀从来没回家过，也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。刘慧也有个视频号，专发豪门阔太太的日常，积累了一波不小的粉丝。但是我很好奇，刘慧这人向来眼高于顶，谁都看不上眼，怎么就偏偏对王思文的事这么上心？想到这，我勾唇一笑：“别呀，老公，你不仅不能让他走，你还得回应他的好意，让他放松警惕。”沈怀一看我的样子笑了，又在想什么整人的法子了吧？小坏蛋，不仅查到了沈怀的真实身份，制造那一番偶遇，还能搭上刘慧。王思文花费了这么大心思，对沈怀颇有种势在必得的意思。我当然不能辜负了他这一番心思。我抚平沈怀领带上的褶皱，有一句话叫飞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我得让他摔得再也爬不起来，再也没有胆子觊觎我的人。我自小性格偏执，别人惹我，我势必要100倍报复回去。这几年结婚后，性子才平和了不少。既然王思文自己撞上来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是负责艺人管理，王思文让刘慧把他弄到了我的手下，想必是为了存心膈应我。一开始王思文还算本分，
后来他每天都提着精致的便当去沈怀办公室，沈怀也从不拒绝。王思文觉得他马上就要取代我了，开始对我耀武扬威。公司个个都是人精，看见王思文整天去沈怀办公室，原本半信半疑的也都信了，处处都给了他优待，直播时段给他最好的，广告也报价最高。刘慧时不时来看看他，两人在办公室嘘寒问暖，俨然一副慈祥婆婆孝顺儿媳的姿态。刘慧拍着王思文的手，在这受委屈了就叫阿姨来。大姐，你没事吧？王思文又开始更新霸总邻居的视频，狠狠圈了一波 CP 粉。我打开他的视频，他脸上1分娇羞，2分甜蜜，3分炫耀，4分羞涩地说：“姐妹们，我正式跟霸总邻居成为同事了。霸总邻居说我做的饭好吃，但是他说女孩子不需要做饭，只需要被爱。啊，他太会了。”沈怀一脸诧异：“老婆，我发誓我没吃他的饭，而且我只是说别给我做饭了。”后一句纯属造谣。我一把捂住沈怀的脸：“不行，我现在对霸总过敏了，暂时还不想看见你。”沈怀更委屈了：“老婆，我实在受不了他了，我现在就把他开除。”我按住他：“老公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身为一个男人，你要坚强。”沈怀在我肩头一趴，手不安分地乱摸起来：“那老婆得先赔偿我的精神损失。”我还来不及反抗，就被沈怀拖进了被子里，挣扎不得。沈怀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王思文打来的语音电话。沈怀眉头皱了起来，我反手接通，传来王思文娇滴滴的声音：“沈哥，我家没有沐浴露了，现在在你家门口，能让我进来吗？”说着还发了一张穿着浴袍、露出大片锁骨的自拍过来。我故意对着手机叫了一声：“老公，睡觉了。”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我故意刺激沈怀：“人家一个小姑娘大半夜穿成这样站在你门口，你就不去看看吗？”手机又响了，还是王思文打来的电话。沈怀把手机关机，抱住我，他爱站就站。我还是比较想做刚才没有做完的事，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又压了上来。第二天看见王思文，他面上是盖不住的疲倦，还时不时打个喷嚏。我笑了，谁让他昨晚穿成那样站在我们家门口？王思文到底是一个年轻小姑娘，太沉不住气。她看见我就说今天她要拍一组写真，要我跟着一块去。我觉得好笑，我管理的是你们的工作安排，陪你去拍写真是你的助理该干的事吧？副经理过来陪笑：“经理，思文的身份你也知道，你就陪他去吧，全当散心了，费用公司报销。”副经理这是想当王思文的舔狗，又不舍得得罪我。王思文得意洋洋道：“听见没，周姐？”他咬着牙着重叫了我周姐。我拍拍他：“叫什么周姐？叫周经理。我跟你可不熟，就别跟我乱攀亲戚了。您跟我们这些小年轻可差着岁数呢，叫周姐是应该的。”我笑着勾过他的肩膀，小声在他耳边说：“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负责你的资源的。况且我现在还没跟沈怀离婚呢，你确定要跟我这么说话？”他立刻瞪圆了眼睛，不情不愿地喊了句：“周经理，早这样不就完了？非要我恐吓一番。这次要去拍外景。”王思文事先定好了主题，确定了拍摄方案。我实在不想看到王思文那张脸，就单独一辆车先到了和王思文约好的地方。我是卡着点到的，在原地等了半小时不见人影。我一思量就知道是王思文搞的鬼，只是没想到他这么幼稚，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中来。我给王思文打了2个电话都没有人接，第3个电话终于接通了，他故作惊讶的声音传来：“呀，周经理，
我难道没有告诉你吗？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好，就换了个地方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周经理，瞧我这脑子，只能麻烦你再来一趟了。他新换的地址离这里很远，我开车过去起码2个小时。王思文，你故意的吧？是故意的又怎样？周经理，快来吧，就等你自己了。我挂了他的电话，找到了简明。我大概跟他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后，他回我：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简明是这次给王思文拍写真的摄影师，他的摄影团队跟沈氏集团合作多年，我也算跟他有几分交情。简明向来讨厌在工作中耍小心机的人，他必然不会惯着王思文。既然王思文要摆我一道，让我多跑2个小时，那我就把他的摄影师团队搞过来，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我在附近找了家咖啡馆，点了饮料，边喝边等。等了2个小时后，简明和他的同事来了，我递上给他们点好的饮料，略带歉意地说：真是不好意思，还让你多跑一趟，不怪你，是那个王思文的问题。话说的那叫一个漂亮，真没想到是一个这样的人。我了然地点点头。王思文惯会装无辜，偏偏男人们还就吃这飘着茶香的话术。没等我们说多久，王思文就来了。他精致的妆容在路途颠簸中花了大半，也没心思和我装了，显出几分狰狞来。周玉，你不要脸！我举着买来的甜甜圈吃了一口，心情顺畅多了。我好心提醒道：王小姐，你再不拍天都要黑了。王思文才慌忙补妆做造型，毕竟简明的摄影团队是出了名的不好约，错过了这次就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。等他开拍，确实迟迟进不了状态。简明不时在旁边指导，可是出来的成片还是差强人意。简明对自己手下的作品要求很高，不达到他的要求绝不松口，拍到天黑也没拍出来满意的。简明冷淡道：王小姐，我们还是下次再约时间吧，而且合作完这次我们就没必要再有合作了。王思文着急解释，简明却不搭理他。简明走后，我把王思文拉到一旁的角落里，我一把掐住王思文的手臂。王思文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他嘴硬道：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沈怀没告诉过你吧？我是跆拳道黑带。我们回公司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公司里几乎已经没什么人了。我跟沈怀把这件事讲了一遍，沈怀无语，他心肠也太坏了。老婆做得好。听到我提到简明，他立刻变了脸色，像一只炸了毛的狮子。什么？居然还有简明？倒是给了他小子维护你的机会。我和沈怀还没确定关系的时候，简明追过我。过去了这么久，沈怀还在吃简明的醋，一提简明他一准炸毛。我正想安慰几句，王思文就进来了办公室。沈总，你别为了我发那么大的火，这件事本来就是我做错了。他听到了简明的名字，还以为沈怀是为了他今天的事对我发火。想明白这件事以后，我彻底对他的脑回路无语了。好吧，就当逗傻子玩了。为了掌握王思文的动向，我特地用小号偷偷关注了他的视频号。他的粉丝都在评论问答应他们的写真哪去了。他回了粉丝，经理姐姐临时把摄影团队叫走了，耽误了拍摄进程。他可能也是无意的，大家别怪他。发完这段文字后，他又在某博发了一张自拍，眼睛红了一圈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文案是：别人朝我扔泥巴，我拿泥巴种荷花。3言2语就把责任推给我，顺带还卖了个惨，谁看了不说一句好茶艺？果不其然，他粉丝已经认定经理姐姐就是那个朝他扔泥巴的人了，纷纷留言心疼他，更有不少 CP 粉喊话霸总。
霸总邻居快来，有人欺负你的小娇妻。我抑扬顿挫地把这句话读出来给旁边的霸总听。霸总本人沈怀痛苦地闭眼，哟了谢谢。我打开我的某博小号，编辑文字。今天陪小王工作，他私自换拍摄地址，导致拍摄没有完成。我好担心他，希望他能顺利完成工作。还好我还有老公陪我，希望小王和我都工作顺利。我配了一张沈怀坐在床上的照片，点击发送。沈怀不解地看着我：“老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神秘一笑：“到时候我有用，你就别管了，不就是笔查吗？我也能查。”经过拍写真的事，王思文终于坐不住了。我刚进公司就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。往常见到我都笑眯眯打招呼的那群人，今天好像看不到我一样，全都围在王思文中间奉承她。思文姐，你对我们可真好，天天给我们拿礼物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对呀，思文姐，我们都是你的粉丝，你和沈总真的太甜了，怪不得沈总喜欢你呢，人这么好，又这么善良。不像有些人只会在背后耍阴招，我真是看不起他。听见最后一句，我懂了，原来是在这指桑骂槐，同仇敌忾呢。这群人都不是什么大网红，平时碍于我经理的身份，对我也是殷勤嘴甜。如今借上了总裁夫人的光，还真是不把我这个经理放在眼里了。而这也是王思文最厉害的地方，他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做，让别人为他出头，他还是最无辜、最可怜的那个。到了直播时段，我照例去叫人，只是这一次却怎么也叫不动人。实习生脸色发白：“经理，他们都说不播了，还说不想跟小人当同事。”我只觉得有些好笑，这是他们自己的工作机会，不要就算了，我倒是也不强求。我打开我自己的某博小号，编辑微博。今天小王他们突然说不想参加直播活动了，可能是觉得工作太累了。他们毕竟有那么多粉丝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同时，我之前发的那条有沈怀照片的微博被王思文的粉丝发现了，他们纷纷涌进评论，大肆辱骂我：“这不是思文的霸总邻居吗？你偷别人男朋友高兴吗？真丢脸！盗图都被发现了，盗图狗！姐妹们，有人扒他吗？没人，我可下手了。”我会心一笑，到时候了，王思文该收拾东西滚了。我突然改变主意了，我起身走进办公室，他们本来还围在一块说着话，看见我出来，瞬间噤声。王思文还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她有这样的底气，也有我的好婆婆的功劳。她昨天还跟刘慧拍了个视频，粉丝直呼这是得到了婆婆的认可，嫁给霸总指日可待。好家伙，看她这个样子，是编着编着自己都信了，还真把自己当成老板娘了。我盯着他们说：“谁不想直播了？站出来！”他们面面相觑良久，没人动。王思文首先站了出来：“我们只是不想跟某些背后捅刀的人共事了。”他这一带头，剩下几个人也赶紧站出来，生怕晚了一步就舔不上这位总裁夫人了。正当我要说话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沈怀大步走到我旁边，揽住了我的腰。原来是刚才有人看见我要跟王思文吵起来了，考虑到王思文的身份，他们赶紧去找了沈怀。我把事情讲了一遍，眨了眨眼，示意沈怀可以让他滚蛋了。沈怀会意地点点头。王思文可怜兮兮地叫：“怀哥！”沈怀没理他，把简明的事说了一遍。既然大家已经做好了决定，我们也不好勉强。以后活动你们就可以不用参加了。那些人的脸色瞬间白了。先前他们只是想顺势跟王思文打好关系，没想到沈怀会出现，直接让他们走人。现在他们可真是骑虎难下，
但是王思文，你可以拿上你的东西走人了。王思文脸色青白，沈总，你不能开除我，这不合法。沈怀笑了，哦，怎么不合法了？你是找刘慧进公司的，我可没签过你的合同。沈怀搂住我的腰，以前我不喜欢公开谈论我的私事，所以没有公开我和周玉的关系，没想到会被有心人钻了空子。现在我觉得有必要让你们知道，我的妻子是周玉。站出来的那些人听见这话，看向王思文，恨不得把他生吃了。这回都回过味来了，八戒错了人，还被人当枪使。王思文离开公司的时候，刘慧打了好几通电话。沈怀，王思文他虽然做错了，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。小姑娘都不容易。刘慧，你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？需要我提醒你吗？沈氏集团现在是我做主。刘慧眼看无法说动沈怀，才挂了电话。就算刘慧再喜欢王思文，她也没有必要拼着得罪沈怀的风险，对一个小姑娘这么上心。我总觉得这事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王思文离开了公司，但我知道这还不算完，打蛇要打7寸，我还没打击到他最重要的地方，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。况且只要有我在一天，我那位好婆婆可就要食不下咽，坐立难安了。果不其然，没过2天，刘慧打电话给沈怀，殷勤嘱咐他来参加自己的生日宴。刘慧惯会装腔作势，生日宴恨不得办得人尽皆知，几乎半个上流社会的公子哥他都会邀请个遍。往年我和沈怀最看不得他这副做派，从来没有参加过。今年他这么殷勤，心里的小算盘是个人都看得出来。王思文的霸总小视频又更新了，拍了刘慧和生日宴的照片。蛙文文去参加婆婆的生日宴会了，霸总呢？期待和霸总的合照。我和沈怀到的时候，四处环顾了一圈，果不其然，王思文也在。刘慧带着他四处敬酒，他们俩看见我来，一脸惊讶，似乎是没猜到我会来。我笑着走过去，王小姐，看来刘姨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是亲母女呢。刘慧闻言，手里的酒杯差点没拿住。你可别乱说话，大家都在呢，我开个玩笑而已。刘姨怎么这么紧张？我故作惊讶。王思文看见我，眼睛都瞪直了。周玉，你来干什么？沈怀站在我旁边。王小姐，周玉是我的妻子，她为什么不能来这？倒是你又怎么会出现在我家？王思文脸色发白。刘慧给他递了个眼神，他咽下了嘴里的话，乖乖跟着刘慧去了。宴会开始没多久，我递给沈怀一个眼神。沈怀推说自己身体不适，先上楼回了房间。王思文果然也跟在沈怀后面上了楼。从一开始，刘慧就指使王思文一直给沈怀灌酒。我看出了他们的心思，只是沈怀太不配合，他们就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。他们没机会，那我就给他们创造机会。我静静在楼下等着。过不了一会，沈怀给我发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管家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大喊：不好了，沈太太，你的房间进贼了！我故作惊慌，什么？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？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这场宴会上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豪门公子小姐们，对这种事分外感兴趣，兴致勃勃地要跟我冲进去。刘慧意识到了什么，要拦住他们，但是无济于事。等我们到了我的房间，入目就是被管家制住的王思文。他看见我们来，慌忙想遮住脸，可是为时已晚，已经有人看见了他的脸，议论起来。这时沈怀从隔壁房间出来，一脸无辜，这是怎么了？王思文看见他，震惊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在隔壁房间？我亲眼看见你进的这个房间，
听见这话，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看他的目光越发鄙夷起来，他惊慌失措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”我走过去望着他：“王小姐，我们家不欢迎你这样的人，请吧，不然我可要报警了。”王思文恨恨道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他走后，我蹲下身，捡起来了他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。王思文如今在那些富二代们中间的名声已经大不如前了。以前他借着工作还能接触到一些，那些事之后，他们彻底看不起王思文了。但是王思文还有粉丝，他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。王思文开了直播，直播里他哭得梨花带雨，说他被经理辞退了。刘慧还在他的直播间里刷礼物，粉丝立刻义愤填膺起来：“怎么又是那个经理？他没事吧？是不是嫉妒我们文文呢？这经理真不是人！姐妹们快扒他！”婆婆还在安慰文文：“人间好婆婆。”网友的力量真是强大，说人肉还真被他们人肉到了。一时间，我的手机里塞满了辱骂信息，还不时有人给我打骚扰电话。我的证件照被公布上网，甚至连我高中因为打架被劝退也扒出来了。一时间，周玉这个名字跟小三混混不得好死关联了起来。沈怀扣下我的手机：“老婆，你别看了，我心疼。高中打架被劝退是真的，我因为在福利院长大，被几个男生欺负，他们把我围在巷子里打我。还好我自小学跆拳道，他们3个人都不是我的对手。但是他们家有权有势，最后反而是被欺负的我被劝退了。我学历不高，拼死拼活才进了沈氏集团，遇见了沈怀。沈怀紧紧抱住我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很快就没事了。”沈怀的效率很快，一时间那些黑我的帖子就没了。他开通微博，申请了认证。沈氏集团董事长只有周玉一个妻子，造谣的法院传票已经在路上了。沈怀配图是我们俩的结婚照，他还艾特了我的小号。我把王思文偶遇我老公的监控视频，在我们家门口的监控视频，给我老公送东西的监控视频，以及我当年被劝退的始末，都整理成了长微博发了出来。简明也出来替我澄清写真事件，澄清微博一瞬间上了热搜，大家纷纷开始吃瓜。他们顺着沈怀的艾特摸进了我的小号。我的小号从王思文进公司那天就开始发绿茶文学，顺带还有我跟沈怀的日常。对于这一天，我早有预想，到时候我小号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证据。王思文抵赖不得，合着之前都是王思文自己造谣啊！亏我还磕了那么久，原来这才是真霸总和小娇妻，那王思文就是纯绿茶呀，还那么坏。老板娘小号说的这个小王是王思文吗？王思文造谣他还祝王思文一切顺利，他真的，我哭死！呜呜呜，老板娘太善良了吧！沈怀转发我的澄清微博，设置了抽奖，转发这条微博再转评抽10个10万。我去，这才是真霸道总裁小娇妻！磕了加1，磕了加身份证号，锤的不能再锤了。王思文悄悄删了微博，黑了头像，那些视频也都下架了。不过他私自偷拍沈怀，造谣我，现在应该忙着打官司。王思文的事解决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该刘慧了。沈怀把一纸亲子鉴定放在他爸沈世松面前：“爸，你不知道吧？我这个好后妈跟你结婚后，偷偷在外面跟他的初恋又生了一个女儿。”沈世松看着鉴定报告，转身扇了刘慧一巴掌：“贱人，你敢背叛我！亏我好吃好喝待你。沈怀他妈刚死不久，我就把你娶进家门，你就这么对我？”刘慧死死盯着我：“周玉，是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看你对王思文那么上心，
宴会那天，我只是随口试探，没想到你有那么大的反应，我就随便一查，没想到真的被我查到了。刘慧为了嫁进沈家，主动跟她的初恋情人分了手，但是沈世松在外面有其他人，经常半年也不回一次家。刘慧又跟那个人旧情复燃了。她生下王思文后，就放在男友身边养大，直到最近她的那个男友死了，所以她处心积虑要让王思文搭上沈怀，这样他们母女二人就彻底掌握了沈家。沈怀接着把证据放在沈世松面前，这些年他还挪用公款，私做假账，收受贿赂。沈世松捏捏眉心，报警，马上报警。沈世松把刘慧送进了监狱，跟他离了婚。目送刘慧进去的那天，沈怀笑着跟他说：“放心，我会像你小时候照顾我的那样，托人好好照顾你的。”刘慧露出恐惧的目光：“求你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要这样对我。”我握住沈怀微凉的指尖，目送刘慧被带进去。“别看了，老婆，你都好几天没好好看过我了。”我伸手捏捏她的脸，可是王思文还在我们小区里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我看见他都要膈应死了。沈怀撅嘴：“我看好了一套新房子，过几天老公就带你搬家，正好也住腻了，换个新地方。”我在他唇上亲亲：“老公最好了。”没想到我还没等到搬家，就先见到了王思文。我走在小区里，跟沈怀打着电话，看见对面走过来的王思文。往日他在网上得来的夸耀声有多高，他如今摔的就有多惨，堪比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他的事传出去以后，也没有公司敢跟他签约，他粉丝也已经脱粉回踩的差不多了。他现在瘦了一圈，眼神无光，我却不同情他，他咎由自取罢了。我与他对视一眼，他眼里闪过一丝狠绝。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猛地跳了2下。他快步走过来，手中的东西在太阳下发出了光，是刀。我心中大惊，扔掉手机，凭借本能躲避了他刺来的动作。可是刀还是在我手臂上划开了一个大口子。沈怀听见我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十分着急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“周玉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”我抬脚踢下他的刀，擒住了他的胳膊。他眼神怨毒：“周玉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沈家现在早就是我和我妈的了。你去死吧！怎么进监狱的不是你呢？”我捏着他的脸：“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你这辈子都不配出现在我和沈怀面前了。去监狱和你妈作伴吧。”我报了警，王思文被警察带走了。沈怀赶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手臂包扎好了。他紧紧抱住我：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你真的吓死我了！”心疼过后，他捏紧拳头：“都怪我没注意到王思文，才让他有可乘之机。”我看着窗外的太阳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你忘了，你老婆我是跆拳道黑带。”沈怀终于没忍住笑了，我也勾起了唇角。我伤好出院以后，决定从沈怀的公司辞职了。被迫公开身份后，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他们当面虽然不说，但是背后却总是在议论。怪不得他这个学历能进我们集团，原来是因为人家后头有人，我们可比不了。我无法让他们闭嘴，也不适应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，索性就换个环境，另外找个地方。沈怀还跟我撒娇：“可是这样就不能每天见到你了，我想你了怎么办？”我拿他没办法，无奈笑道：“我会每天都给你发很多消息的，我发誓。而且就算我离开了沈氏，我不还是你老婆吗？”我哄了沈怀好几天，在被迫答应了无数个无理要求后，沈怀终于松口了。我去了新的公司，每天工作都很忙。
沈怀每天都会带一束花来接我下班，引来了诸多同事的艳羡。真不愧是霸道总裁小娇妻呀，好浪漫。同事打趣道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我养成了在微博小号记录和沈怀的日常的习惯，大家直呼磕到了正宗霸道总裁小娇妻。我现在对霸道总裁这几个字有点过敏，赶紧让他住嘴。而且我总觉得沈怀才是那个小娇妻。自从我换了工作以后，他天天在家像个小怨妇数着手指头，抱怨我的工作忙，又天天送花送东西，唯恐新公司有第二个简明部长眼来追我。我新进的公司老板为人和善，同事也友善亲切，只是工作有点太忙。我在连续加了2天班之后，晕倒在了工位上。沈怀风尘仆仆赶过来，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辞职，马上辞职。我笑而不语，他盯着我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个表情？我怀孕了。沈怀静了2分钟，突然流出泪来，我要当爸爸了。老婆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哭笑不得地帮他擦眼泪。手机上，同事给我发来一条信息，你知道吗？王思文被起诉了，故意伤害罪。我关掉手机，看着面前小心翼翼摸我肚子的沈怀，笑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